你看着马可·奥勒留的大理石面孔或塞内卡严厉的半身像，你看到了什么？他们不微笑，他们不哭泣，他们带着一种似乎没有任何人类情感的表情凝视着永恒。而你不可避免地会问自己，为了变得坚强，我需要杀死我的心吗？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困扰着现代世界每一位智慧的寻求者。你害怕任性的代价是你的人性，害怕为了停止痛苦，你需要完全停止感觉。你质疑成为一名斯多葛派是否意味着变成一个生物机器人，一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动的冰冷的石头，没有能力去爱、去快乐或建立真正的联系。难道自我掌控的最终目标是堕落到完全的冷漠吗？这种恐惧抓住了你，让你受困于目前状态的波动中，因为替代方案似乎是灵魂的死亡。我确切地知道你目前的现实看起来多么令人筋疲力尽，像每一个穿过你道路的微小外部刺激的奴隶一样生活。你醒来时带着度过高效一天的意图，但在交通中的一句粗鲁评论或一封被动攻击的电子邮件，甚至在早上9点之前就摧毁了你的平静。你感觉就像一个被无形的绳索束缚的木偶，事件拉动一根线，你就带着愤怒跳舞；拉动另一根线，你就因焦虑而崩溃。这是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存在，如此具有渗透性。你的内部气候完全由他人的情绪风暴所支配。你厌倦了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反应感到后悔，因在冲动时刻说出伤人的话而筋疲力尽，并受够了被一波又一波的情绪从一边扔到另一边，让你淹没在内疚和精神混乱中。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关于斯多葛式的冷酷，你以为你知道的一切都是一个根本的谎言呢？古代哲学家并不寻求消除情绪，他们寻求消除对情绪的奴役。今天我们将粉碎麻木雕像的神话，并揭示这种哲学的真正力量。这不在于拥有一颗石头般的心，而在于培养外科医生般的绝对专注。我们将恰好穿越斯多葛情绪掌控的5个特定层级，这将改变你处理现实的方式。你将学会如何深刻地感受而不被摧毁，如何去爱而不焦虑，以及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保持为一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在这个视频结束时，你将拥有操作性情绪，这是一种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不再是你感觉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他们至高无上且不容置疑的主人。在我们开始解剖人类思想之前，我需要你做出你的第一个意志行动。斯多葛主义是关于行动，不仅仅是理论。如果你准备好不再做环境的木偶并承担指挥权，现在就订阅频道，并在下面的评论中用这句话声明你的承诺：我控制我的思想。留下点赞，以向算法发出信号，表明你寻求力量。让我们开始手术。斯多葛主义在其最纯粹的本质上不是一种压抑的教义，而是一种复杂的情绪调节技术。大多数人将古希腊词 apatheia 不动心与我们现代的冷漠混淆，错误地认为目标是成为一个无动于衷的植物。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理更远的了。斯多葛派寻求消除的不是自然的人类情感，爱、痛苦、惊吓，而是病态的激情，那些劫持理智并摧毁性格的失控和未经审查的情绪。要明白，压抑一种情绪就像在水下按住一个沙滩球，最终它会以加倍的暴力在你脸上爆炸。斯多葛主义不要求你停止感觉，它为你提供心理工具，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处理你的感觉，将反应性的混乱转化为一种战略性的坚定，使你对外部动荡免疫。为了形象化这个关键的区别，我们需要通过外科医生的目光这个隐喻来重新构建冷酷的概念。想象一下，你在一张手术台上，生命垂危，外科医生走进房间，你更希望他是一个看到你的痛苦就开始剧烈哭泣，因同情而发抖且无法拿稳手术刀的人吗？还是你更希望是一个保持绝对冷静，一种表面上的冷酷，但实际上是关怀的最高表现的人？斯多葛是外科医生如此关心结果，以至于他拒绝让恐慌蒙蔽他的判断。这不是缺乏人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操作性情绪。从今天起，你的目标不是不再关心，而是校准你的情绪，以便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当混乱在你周围建立时，你的手保持稳定。这种姿态被马可·奥勒留完美地体现了。这位罗马皇帝将已知世界的重量扛在他的肩上。
他埋葬了孩子，面对了毁灭性的瘟疫，并在帝国冰冷的边境领导了无休止的战争。如果他允许自己被每一波悲伤或愤怒拖走，罗马就会陷落。在他的沉思录中，他写的不是关于如何不感到痛苦，而是关于如何不将抱怨的痛苦添加到生存不可避免的痛苦中。正如这一哲学的另一位巨人塞内卡教导我们的，并不是因为事情困难我们才不敢做，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困难。他们明白，真正的敏感性不在于在生活面前崩溃，而在于拥有像泰坦一样的勇气站立着。这是斯多葛主义的承诺，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外部风暴可以侵犯的内部避难所。为了解构冷酷的神话，你需要内化的第一个基本教训是预激情或预情绪的概念。你在你对力量的寻求中，可能会陷入因本能反应而惩罚自己的陷阱。你听到一声突然的巨响，你的心跳加速；有人在交通中截住你，热气涌上你的脸；你收到一个坏消息，你的胃在翻腾。立刻，你的批判性思维开始行动。低语说你失败了，你是软弱的。一个真正的斯多葛派不会感觉到手上的这种颤抖。你相信目标是消除这种生物反射，但这是对你自己生理机能的一场你永远无法获胜的战争。人体是一种为生存而设计的动物，它总会在你有意识的思维能够干预之前对威胁做出反应。试图扼杀这一点不是斯多葛主义，这是对生物现实的否认。困难在于我们将反射与同意混淆了。当世界打击我们时，感受到最初的冲击是自然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把这种身体反应解释为一种决定性的情绪状态时，问题就出现了。你感到恐惧、反射，并说我是一个懦夫，身份。内部冲突吞噬你的能量，因为你在与数百万年的进化做斗争。这些进化将你的神经系统编程为警戒状态。你消耗宝贵的能量，试图不发抖，试图不脸红，试图保持大理石的门面。而实际上，斯多葛哲学从未要求你的身体是石头，它要求你的思想、你的指挥中心与你肉体的自动反应保持分离。让我们通过一个关于风暴终止者的古老斯多葛意识来形象化这一点。船被海浪猛烈地抛掷，桅杆吱吱作响，死亡似乎是确定的。一名乘客观察到，当一道闪电击中附近的水面时，那位斯多葛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脸色苍白并颤抖。后来，当风暴过去，大海平静下来时，那名乘客嘲讽地问：我以为斯多葛派不感到恐惧，但我看到你发抖了。智者平静地回答说：颤抖是预激情，是肉体对危险不可避免的反应。但区别在于，虽然其他乘客允许颤抖变成恐慌和精神恐怖，斯多葛派观察了颤抖，接受它为一个身体事件，并没有给恐惧以他灵魂的同意。把你的思想想象成一个带有外部庭院和内部王座式的坚固堡垒。预激情是在外部庭院，在堡垒墙壁上发生的噪音、尖叫和混乱。敌人、侮辱、惊吓、痛苦可以打击大门，它可以让地面震动和窗户震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指挥的自我，你至高无上的理性，坐在王座室里，受保护且不可动摇。你犯的错误是打开王座室的门，让庭院的混乱进来，允许入侵者坐在你的王座上并发号施令。斯多葛派感觉到墙壁的震动，身体，但在皇家密室、思想内保持绝对的秩序。冷酷不是外面没有噪音，是拒绝让噪音在里面统治。从今天起，你必须停止因感受到第一次冲击而评判自己。当恐惧来袭，当愤怒点燃最初的火花时，不要与它抗争。对自己说，这只是我的身体在做它的工作。这是预激情。通过命名这种感觉，你在你和这种感觉之间创造了直接的分离。你不再是愤怒，而是变成了愤怒的观察者。这种微妙的区别是所有情绪力量的基础。你不冷酷，并非因为你不感觉。你强大是因为你感觉到的东西没有被允许支配你的行动。你感到战栗，但你的手在舵上保持稳定。通过掌握预激情，你获得了对大多数人的压倒性战术优势。当你的同事和对手被他们的第一冲动拖走，行事鲁莽且往往具有破坏性时，你获得了战术延迟时间。
你感觉到冲动，承认它是一个生物信号，然后如果它没有用，就选择忽略它。这就像拥有一个红灯闪烁的控制面板，业余爱好者恐慌并按下所有按钮，导致灾难。大师看着闪烁的灯，检查系统，意识到这是一个假警报或一个可控的问题，并继续他的航线。这是你新盔甲的第一层，允许感受冲击，但绝对禁止向他投降。我们现在推进到第二层，在那里为你的理智而进行的真正战斗正在打响。评判的领域，埃比克泰德，这位成为哲学家的伟大的奴隶，教导我们，困扰我们的不是事情，而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事件本身，失去工作，关系结束，你婚礼当天的雨，是中性的，它只是物理、物质和运动。痛苦，那种紧压你胸口并带走你睡眠的痛苦，不是来自事件，而是来自你贴在它上面的标签。这太可怕了，这不公平，我不应该遭受这个。斯多葛派对事实并非麻木不仁，他在他的观点上是有纪律的，他移除形容词并只保留名词。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我们对戏剧性叙事的上瘾。人类的思维是一台讲故事的机器，他喜欢悲剧，而在悲剧中，你是主要的受害者。当某事发生时，你的思维不仅想记录事实，他想评判事实，归咎责任，并预测一个灾难性的未来。他没有向我打招呼，事实瞬间变成他恨我，所有人都在嘲笑我，评判。这种观点层级的添加是产生无法忍受的情绪重量的原因。你不仅背负着世界的重量，还背负着你对世界的解释的重量。正是这种额外的负担耗尽了你，而不是生活本身。斯多葛式的冷酷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清洁，一种拒绝携带想象中的行李。想想空船的隐喻，想象你在一个被雾覆盖的湖上划船，突然另一艘船猛烈地撞上了你的船，愤怒瞬间在你体内爆发。看着点路，你这个白痴！你准备好尖叫、咒骂，并将你的愤怒倾泻在这个无能的驾驶员身上。但是随后，你更近的看去，发现那艘船是空的，它只是在漂流。在1秒钟内，你所有的愤怒都蒸发了。为什么？物理事件撞击完全相同，你船上的损害是一样的，但是个人冒犯的评判消失了。斯多葛派意识到，归根结底，所有的船都是空的。冒犯你的人正在他们自己的无知和激情的漂流中。没有你愤怒的目标，除非你在自己身上画一个目标。这种将事件与评判分开的练习，给了你刀枪不入的外表。当有人侮辱一个斯多葛派时，他听到声波，理解词语的含义，但拒绝接受冒犯的礼物。这就像有人试图递给你一块烧红的石头，如果你不伸出手去接它，接受那个伤害你的评判，被烧伤的只有那个拿着石头的人。你像科学家观察自然现象一样观察侮辱。有趣，这个人正在经历一次愤怒的爆发，这说明了很多关于他的事，而与我无关。这不是冷酷，这是不可触碰，这是拥有精神主权。在这里，没有人有权在没有你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扰乱你的平静。这一规则的实际应用需要对你的内部语言进行持续的警惕，开始监管你的句子，把这是一场灾难改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方案的意外问题，把他羞辱了我改为他说了一些试图贬低我的话，但失败了。通过去除充满情绪的语言，你从情境中去除了毒素，你开始处理赤裸的现实，这总是可控的，而不是处理你头脑创造的怪物，那总是可怕的。斯多葛派处理是什么，而普通人被他认为是什么所压垮。通过掌握这第二层，你达到了一种其他人误认为是冷漠的清晰度水平。当你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失去理智，尖叫着情况是多么不公平，哭诉着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时，你已经在致力于解决方案了。你跳过了戏剧阶段，直接进入了行动阶段。你对无关紧要的评判的不敏感，使你成为房间里最有能力的人。你成为稳定的支柱。当混乱统治时，所有人都会看向的人，不是因为你不在乎，而是因为你用干净的镜头看情况，没有无用观点的迷雾。实际上，你成为了你自己感知的主人。
你必须跨越的第3个边界，也许是所有边界中最微妙和最被误解的同情心与情绪传染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区别。现代社会制约你相信，表达爱或真正关心的唯一方式是完全镜像反映在你面前的人的痛苦。如果你的朋友抑郁，你觉得你应该和他一起沉浸在抑郁中，以验证他的痛苦。如果世界处于恐慌中，你觉得保持冷静是一种背叛或不敏感的行为。这种信念是一种毒药，它耗尽你的活力，并恰恰在你最被需要的时候使你变得无用。在路边看到血就晕倒的好撒玛利亚人没有任何用处。斯多葛派明白，吸收他人的情绪混乱不是美德，这是界限的失败，导致集体精疲力竭。这里的内部冲突源于害怕对我们所爱的人显得疏远或冷酷。你害怕通过竖起盾牌抵御他人的痛苦，你会切断人类的纽带。然而，观察通过传染的同理心的残酷低效。当你允许另一个人的悲伤淹没你的系统时，你失去了你的支撑基础。2个溺水的人不能互相拯救。斯多葛主义为你提供了一个优越的替代方案：理性仁慈。这不是缺乏关心，这是提升到能力水平的关心。这是看着痛苦，理解它的严重性，但拒绝让它感染你自己的精神稳定性，从而保留行动和解决问题所需的力量的能力。为了具体化这个概念，想象井里的人的隐喻。想象你在走路，发现一个亲人掉进了一个深而黑暗的绝望之井。普通、情绪化和反应性的同理心告诉你跳进井里去拥抱他，并和他一起在黑暗中哭泣。现在2人都被困住了，2人都在受苦，没有人有杠杆作用可以出去。另一方面，斯多葛式的同理心是坚定地锚定在边缘，在阳光下，你感觉到情况的严重性，但保持你的脚种在坚实的土地上。只有这样，你才有力量和稳定性扔下绳子，并把另一个人拉上来。你不跳下去的冷酷，实际上是那个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因此，这里的实践规则是为了服务的战略性分离。当有人带着混乱来到你身边时，仔细倾听，提供你的资源、你的时间和你的建议，但保持你的灵魂被一层不透水的膜保护。对自己说，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不是我的。我的任务是帮助治愈，而不是被感染。通过这样做，你成为避难所的支柱。人们将开始寻找你，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一起哭，而是因为当他们的世界崩塌时，你是唯一没有崩溃的人。你提供了比分享眼泪更有价值的东西。你提供了一双坚定的手和一种只有通过计算好的情绪距离才可能的清晰视角。我们现在到达第4层，在这里，我们面对现代男子气概和反应性社会最具破坏性的瘾——愤怒。你们中的许多人被教导将愤怒视为一种燃料，一种正义、防御或动机所需的驱动力。你相信变得愤怒表明你在乎，你是强壮的，你不接受、不尊重。斯多葛主义用塞内卡雷鸣般的声音强烈反对。对于斯多葛派来说，愤怒不是力量，愤怒是软弱的供认，愤怒是某些外部事物设法穿透你的防御并伤害你的自我的证据。这是一种暂时的疯狂，在这种疯狂中，你将你生活的方向盘交给一个醉酒的司机，并希望到达一个安全的目的地。你面临的巨大冲突是愤怒具有生产力的幻觉。当你爆发时，你感到那股肾上腺素的浪潮，隧道般的专注，无限力量的感觉。但冷静地分析你过去爆发的结果，说出的无法收回的话，破裂的关系，花费金钱或声誉的冲动决定。愤怒就像一把向后射击的霰弹枪，它对持有者造成的伤害比对目标造成的伤害更大。斯多葛战士不用愤怒战斗，他用精准战斗。他明白情绪会蒙蔽战略。一个因对对手的仇恨而失明并进入拳击台的拳击手会犯错，会打开防守并被保持技术冷酷的拳击手击倒。采用烧红的铁与冰冷的锤子的隐喻，愤怒使你成为烧红的铁，热、发光，看似危险，但实际上是可塑的。任何人都可以打击你并随心所欲地塑造你。如果有人想控制你，只要让你生气就行了。你变得可预测且容易被操纵。斯多葛派是冰冷的锤子，坚硬不灵活，在打击时不会改变形状。这里真正的冷酷是有能力不通过尖叫，
而是通过冷静且具有毁灭性有效的纠正行动来回应侮辱或不公正。这是战略性的温顺，这不是被动。这是为了必要时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而遏制能量，或者如果冒犯无关紧要，则是绝对的蔑视。这一点的结论是你默认反应的转变。当愤怒的火焰试图点燃时，想象自己用理性的冰水将其扑灭，把问题他怎么敢这样对我替换为这真的改变了我的美德吗？通过拒绝愤怒，你变得刀枪不入。你向世界和你的对手展示，他们不拥有你情绪状态的钥匙。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面对不尊重时保持平静的眼神接触、低沉的语调和放松的姿态更令人生畏和强大的了。这不是麻木不仁，这是做你自己领域的一国之君，拒绝下到你的对手想要战斗的泥潭水平。最后，我们到达第5层，斯多葛主义保存的最好的秘密，它彻底摧毁了悲伤和冷酷的神话，征服 Gaudium 或深层喜悦。刻板印象说，斯多葛派是一个阴郁的人，拒绝快乐并生活在灰色的顺从状态中。这是对快乐、享乐和喜悦的粗暴混淆。快乐是外部的、肤浅的和短暂的，它来自一顿美餐、一个赞美、一次经济收益。它是令人上瘾且脆弱的，因为一旦外部源头枯竭，快乐就变成痛苦。斯多葛派不拒绝快乐，如果它来了，但他从不依赖它。他积极培养的是一种从内向外产生的喜悦形式，一种诞生于带着正直生活的意识的强健满足感。你必须解决的内部冲突是你对有条件的幸福的依赖。你说，当我升职时我会快乐，当我找到爱时我会快乐，当周末到来时我会快乐。你推迟你的生活，并将你喜悦的钥匙放在陌生人或机会的口袋里。斯多葛主义教你拿回那把钥匙。真正的斯多葛是不敏感，是相对于运气的过山车，而不是相对于生活的美丽。斯多葛派可以失去他的财富并仍然微笑，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他的喜悦源泉、他的美德、他的性格、他的推理能力保持完好无损。他对环境的不幸是免疫的。使用深海的隐喻，海面可能正被飓风鞭打，有30米高的浪、泡沫和混乱，这是外部生活、账单、疾病、政治、他人的意见。但如果你下到水面以下20米，水是平静、安静且不受干扰的。斯多葛派生活在这个深度，他感觉到表面的运动，必要时他处理波浪，但他的情绪住所，他的 Gaudium 喜悦居住在风暴到达不了的深处。这种喜悦是安静的、恒定的且不可动摇的。它不是嘈杂派对的狂喜，它是晴朗黎明的宁静。通过掌握这第5层，你达到主权的最终状态。你变得有能力以一种普通人不知道的强度去笑、去爱和去欣赏生活，恰恰是因为你不害怕失去这些东西。你的喜悦不是借来的，它是你不可剥夺的财产。你成为房间里最温暖和最生动的人，因为你的光是由一个不需要外部补给的内部反应堆产生的。其他人看到的冷酷只是保护壳，在它里面燃烧着一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熄灭的神圣的满足之火。你没有变成一块石头，你变成了一颗钻石，牢不可破，但能够辉煌地反射光芒。最后的挑战很简单，但将需要你的全部。下一次世界试图劫持你的平静时，无论是在交通中的尖叫、金融危机还是意外的背叛，我要你记住风暴中灯塔的形象。混乱的波浪将带着愤怒打击你，要求反应，祈求你的恐惧和你的愤怒。在这个决定性时刻，你将有一个选择，是做碎裂的腐烂木头，还是做抵抗的坚固岩石。不要压抑情绪，但不要服从它。深呼吸，找到刺激和反应之间那个神圣的间隔，并选择沉默的尊严和理性的效力。你在那一刻的冷酷将不是感觉的缺失，而是一种自我掌控的压倒性存在。这不仅保护你的灵魂，而且作为所有依赖你的稳定性以免沉船的人的安全向导。最终要明白，人类迫切需要知道如何感觉而不破碎的男人和女人。成为一名斯多葛派不是放弃你的人性，它是将它提升到最大潜能。
真正的不敏感是像受伤的动物一样，对每一次触摸做出反应的生活，在所到之处散布痛苦和不和。真正的同情心是拥有泰坦的力量去吸收冲击，转化毒素，并指向世界归还秩序和清晰。你正在建立一个内部城堡，在那里善良被不可动摇的逻辑之墙保护。这是拯救生命的冷库，允许真实和持久之爱的距离。你不是在变得更少人性，你是第一次成为你自己人类体验的至高无上的主人，能够凝视深渊而不眨眼。如果你到了这里，你证明了你拥有将自己与分心和反应性的人群分开所需的纪律。你的转变之旅才刚刚开始，而这个视频是基石。现在，我请求你公开确立这个承诺。如果你决心成为混乱中的灯塔，留下你的点赞，并将这份宣言分享给需要找到自己中心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想看看谁是这堂课真正的幸存者。在评论中写下这句话，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以声明你心的牢不可破的身份，并加上我坚持到了最后，以便我知道你属于不半途而废的精英。风暴会来，这是肯定的，但现在你是它无法移动的岩石。去吧，保持不可战胜。